新疆阿勒泰真的有独木族吗？75年前，一支探险队在这里离奇失踪，无人生还。诡异的是，在现场发现的探险队工作笔记中，竟然记录了很多诡异的事物，其中就包括独木小人和独木羊。难道阿勒泰真的存在神秘文明吗？新来的朋友们，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说起新疆，想必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它的辽阔。在这个逼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，生活着许多的少数民族，很多民族因其人数实在太过稀薄而未进入史册，但这丝毫都不影响新疆这片土地的神秘，尤其是阿勒泰地区。在公元17世纪的时候，准噶尔部就控制了天山南北部，并在此地强制推行藏传佛教。如此一来，当地的穆斯林就被迫带着所有的财物迁入了阿勒泰深山之中，从此之后杳无音讯。1949年，一队探险成员来到此处考察，在深山的山洞之中，他们发现了一具骇人的尸骨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探险成员认为这具尸骨是被秃鹰等这类大型鸟类动物啄食而亡。可问题在于，这里可是深山之中，树木平均身高都在数十米以上，又怎么会有大型鸟类的到来呢？更为神奇的是，在这具尸骨旁边还有一张神秘的羊皮纸，纸上的笔记非常潦草，大家仔细辨认之后才发现，它是一个羊头，还是一只独眼的羊头。看清楚它的模样之后，人们这才发现图案的诡异之处。说它长得潦草，可这羊头有点栩栩如生的意味，认真看几眼，还能发现它似乎是在笑着。光是这图案就越看越让人心发慌。还没等探险队回过神来，又有队员在山洞之中发现了大量的壁画，这些壁画也是非常诡异，各种器官总是让人觉得缺了点。而比独木的青羊更让人震惊的是独木的小人。在来之前，探险队就有所耳闻这个独木族的传说，可亲眼见到这独木的小人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在我国的正史中，独木族是一个边缘部落，甚至在一定程度被视作神话般的存在。但在一些民间野史中，独木族却是一个有过极端文明的部落。因此，倘若这独木的小人就是独木族的成员，那么对揭开整个独木族的发展历史，或许有着重大意义。对于这一发现，探险队也很惊喜。可谁知道，在发掘这一神秘宝藏之后，整个探险队就变得分崩离析了。有些队员离奇失踪，有些队员的尸首在暗河处被发现，最后仅剩下的就是探险队的工作笔记，也就是后来被整理成书的《新疆探秘录》。多年以后，新疆大学一位研究金石的教授杨健偶然得到此笔记，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。为此，杨健还走遍了整个新疆，专门寻找这笔记中记载的独木青羊。惊人的是，在一座玉矿中，杨健还真发现了这独木青羊的线索。于是他就拜托自己的研究生袁森等人带队出发，进入南疆去找寻那阿勒泰深山之中的秘密。你听说过阿斯鬼泉吗？据说当人在沙漠中走到绝境的时候，他就会出现救人一命。新疆大学研究生袁森就声称自己前往阿勒泰地区探险时，真的遇上了阿斯鬼泉。阿勒泰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在前往阿勒泰地区探秘寻找独木族的过程中，袁森一行人偶遇了一个名叫库尔班的工人。在工人的带领下，前往阿勒泰矿田的路途变得便利了许多。可谁知道独木青羊还没找到，就发现了干渴而死的尸体。根据库尔班的经验断定，这具尸体还没有干透，大概是2天前死在沙漠之中的。可问题在于，袁森一行人在有人带路的情况下走到此处的时候，就已经花费了3、4天。这个人又怎么可能只花2天时间就走到此处的呢？如果这个人早就来到了此处，从他所携带的装备判断，似乎也不足以支撑他在沙漠里生存1周以上。袁森猜测，这人极有可能是在沙漠之中遇到了绿洲，才多活了几天。那么，这个绿洲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独木族这个部落生存的地方呢？一想到这儿，袁森就非常激动，毫不犹豫的就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。可谁知道，刚一进沙漠就遇上了龙卷风，一时间袁森等人就跟库尔班失散了。等大家缓过神的时候，就再也找不到库尔班的踪影了。于是一行人只能在沙漠中摸索着前进，将2天的干粮生生的吃了4天。第5天的时候，袁森一行人还在沙漠之中，可粮食这些物资却已经断了。在这弹尽粮绝的时候，一头黄羊意外的出现了。袁森一行人把死马当作活马医，就跟着黄羊走，走着走着就穿过了一片干枯的白杨树。
树林，来到了一个村庄。就在袁森以为这就是活下来的转机的时候，村庄里的景象却吓坏了他，一堆堆干尸袒露在他的面前。不得不说，见到这个景象，有再强大的心理能力的人也能被吓晕。等袁森一行人醒过来的时候，自己的面前竟然就出现了清澈的河水，只不过这河水是藏在沙包之中。见到这清澈的河水，一行人什么也不想，像疯了一样就跑下去喝了起来。殊不知，这其实就是著名的阿斯鬼泉。阿斯鬼泉这一说法常见于胡人的文化中，他们认为在沙漠里长途跋涉的人，在濒临绝境的时候，眼中会产生一种幻象，即脚下的沙漠突然变作了清泉，供人们去饮用。等人们喝足了水之后，这个阿斯鬼泉又会神秘的消失。但只要人喝够了阿斯鬼泉的水，就能一鼓作气地走出沙漠。在阿斯鬼泉的帮助下，袁森一行人成功离开了沙漠，来到了一个山谷之中。在距离山谷山洞还有100多米的地方，眼尖的袁森一下子就看到了山洞之中隐约可见的狮身人面像。新疆阿勒泰惊现狮身人面像。新疆大学研究生袁森深入南疆探险时，竟然亲历了一场沙漠异境之旅。难道阿勒泰深处真的存在神秘文明吗？据新疆探秘录记载，袁森所见的那具狮身人面像横贯东西，拦在了他们的面前。乍一看倒很像是这座山谷的守护神。显然，这守护神不大符合中国人的审美。原因很简单，光是人面的长度就高达10米，与其憨厚的身子相比，还是显得略微的长了些。面对着如此巨大的狮身人面像，袁森一行人还是有些害怕的。他们胆战心惊地走了过去，根本就不敢大喘气。走近了才发现，狮身人面像早已因为常年的风力侵蚀而变得破败不堪，脖子、脸上都有明显的缺损。可尽管如此，依然没能掩盖石像本身的威严。袁森还特意用脚丈量了一下石像的宽度，粗略估计这石像绝对比埃及的那座要大得多。为了解开石像之谜，三人来到了石像背后的小山丘。在山丘上，他们见到了用沙子堆积而成的士兵、车马的模型，一个不注意就能让整个石像顿时倒塌。袁森可是一个坚信科学力量的人，看到这一切，他先是打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石像的成因。随后袁森就发现，这个山丘所处的位置正是一个大风口，这也是说这些石像极有可能是被风吹成这样的。可就算风能吹成石像，又怎么可能吹成如此精细的模样呢？可偏偏这地方又不见人的踪影，又怎么可能是人力所为呢？无奈之下，一行人只能往深处走去，企图发现个别的线索。映入眼帘的正是一行行干枯的树木。探险队员细致分析后发现，这地方原本是有水源滋养的，因而能长出如此茂密的树木。可不知怎么的，这水源一潮改道，直接让整个地区都断了水。可不管怎么找，大家都没找到那消失水源的踪影。于是袁森灵机一动，就让队员们往地底找线索。原因很简单，倘若找不到水源的去向，那么只能说明地底下藏着巨大的古墓。可谁知道，当人们刚想对着地底动工具的时候，整个山谷刹那间就卷起了巨大的狂风，携带着漫天的黄沙向他们一行人扑来。顿时，原本晴朗无比的天变成了黑夜，而在这黑夜之间，还有一双黄亮的眼睛正在盯着袁森一行人。袁森这才发现，这就是最开始引导他们的那头黄羊。与此同时，山谷之中还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了干枯的尸体。在这阵仗面前，袁森是真吓坏了。于是看到黄羊的他，还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，想跟着黄羊走出这个山谷。但下一秒，他们一行人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抛了出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一行人已经在沙漠的边缘处了，再想进入那山谷就有点不知所措了。尽管之后袁森一行人没能再次进入山谷考察个究竟，但仅凭一次的经历就足以验证那个山谷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因而这段传奇的经历也被他写进了《新疆探秘录》一书中。这段经历究竟是真是假，或许连袁森本人都摸不着头脑，所以大家还是当故事听听即可。或许有一天，等人类的科技再发达一些，就能毫无障碍地进入沙漠之中，去揭开那关于阿勒泰地区的秘密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